你是一只涉世未深的小老鼠，进入社会后，你发现大家都在跑，虽然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跑，但你还是跟着跑了起来。队伍最前方是一趟通往幸福的地铁，地铁上虽已塞满了老鼠，也还是有勇敢者不惜夹掉尾巴挤了上去。商场鼠满为患，道路拥挤不堪，大家在迷宫一样的社会中寻找幸福，甚至为追求幸福商品大打出手，遍体鳞伤。豪车、美酒让你体验到了非一般的感觉，但多巴胺褪去，你又回到了原点。你意识到只有赚更多钱才能买更贵的车、更美味的酒，让自己更幸福。于是你追着金钱来到一家名为幸福的公司，成为了成千上万只被捆绑在格子间的老鼠中的一个。我们不停地追求幸福，但不知不觉掉进了社会给我们挖的最大的坑里，有钱就幸福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最近看了《被讨厌的勇气》作者岸见一郎的新作《有时真的很绝望》中关于幸福的哲学解读。今天咱们聊聊有多少钱才能买到幸福，以及为什么我们在追求幸福中慢慢走向了幸福的反面。从小到大，我们似乎被设定好了程序，好好读书，考上名校，进入大厂，挣很多钱，过上幸福生活。我们先是被父母、学校灌输一种思想，在幸福之前不能让自己太幸福，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就被告知不能贪玩，而应该每周7天游走于各种辅导班之间，让自己成为别人家的孩子。接着上高中考大学，我们又不得不跟1000多万学子比谁更刻苦更好学，争抢一流高校的入场券。前20多年，我们像是跟快乐有仇一样，把快乐交给父母和学校，希望以此换来后几十年的幸福。毕业后原以为可以一展拳脚寻找幸福了，谁曾想寻找工作的费劲，好不容易找到了吧，也躲不过加班多薪水少的下场。这个时候社会给我们灌输了另外一种思想，你不幸福是因为你穷，有钱你就幸福了。为了让我们相信这句话，社会开始用钱来定义生活方式，挣钱不一定能使你快乐，但花钱一定可以。幸福不在办公室里，而在超级市场和购物软件里，谁花的越多，买的越贵，谁就越幸福。你不幸福是吧？不如花5000买台咖啡机，每天下午喝杯现磨咖啡，多精致多小资。还不幸福的话，再花2万买个奢侈品包包，走到哪你都能看到别人羡慕嫉妒恨的目光。当然，如果你能力很强，买台跑车也不是不可以，周末去兜兜风，那才叫生活。我们看社交媒体上各种各样所谓的幸福，开着豪车出入高档酒店，今天冲浪明天滑雪，在奢侈品店排队买包。不管内容是真是假，他们的确能收获一大批点赞和评论，似乎人们能且只能通过我拥有什么，我买得起什么来实现自我价值，获取社会认同。人和人之间有差距是很正常的事儿，但如果拿差距做比较，演的人幸不幸福不知道，看的人一定不幸福。他们会沮丧，别人都这么幸福，自己却过得一地鸡毛，也会幻想有了那些东西是不是就跟那些人一样幸福了。于是人们一边努力工作挣钱，一边拼命花钱，让自己看上去幸福。别人开豪车穿高定买奢侈品，自己虽然不能全都要，但咬咬牙攒1年前买个2万的包也不是不可能。这样的幸福与其说是幸福，不如说是下层阶级对上层圈子的崇拜和模仿。每个人都用单一价值观进行自我评价，没钱的羡慕有钱的，有钱的羡慕更有钱的，人们不停地向上比较，比不过就想办法挣更多钱，花更多钱，挣得越多花得越多，甘愿承受挣钱和花钱的双重压力，最终变成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新穷人。钱一定能让你幸福吗？其实学者们也为这个问题争论了很久。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能换来幸福的金钱是有上限的。为了用更合理的尺度来衡量幸福这个主观的东西，他把幸福分成2部分，一个是情绪幸福，就是每天的满足感，另外一个是生命估值，就是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整体评估。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短期幸福和长期幸福。他发现生命估值会随着收入的增加稳步增长，一个人赚得越多，就越倾向于积极地看待自己的一生。但情绪幸福在年收入超过75000美元之后，就不太会受收入的影响了。不过在2021年，心理学家马特·克林沃斯也进行了同样的研究，推翻了这个结论。他发现年收入超过75000美元之后，情绪幸福仍然持续增长，连增长幅度都没有减缓。同一项研究2种对立的结果显然不合适，于是他们又联手进行了一次对抗性合作，重新对这个论题进行研究和分析。结果发现幸福感跟收入水平不是由单一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这跟人们的情绪健康水平也有关系。如果一个人本身就不快乐，幸福感在年收入达到10万美元时陷入高原区，也就是不再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长了。
对于中等快乐的群体，幸福感始终随着年收入的增加呈线性增长。而如果这个人积极乐观，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后，幸福感的增速竟然大大提升了。所以金钱对提升幸福感有帮助，但不是幸福的全部。如果你有一份不错的收入，却每天上班如上坟，看谁都不顺眼，时不时情绪崩溃，那痛苦的问题就不是金钱能解决的了。既然钱的确是影响幸福的一个因素，那我们努力挣钱也无可非议。但为什么很多人在挣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离幸福越来越远了呢？有个有趣的思想实验，你可以问自己，如果将来没有任何收入了，现在得需要多少钱？大家可能会觉得，当然是越多越好。但这个实验加了一个巧妙的设计，你跟其他4个人一组，你们当中给出最低数字的人可以拿钱走人，其他人分文没有。这就残酷很多，因为2个目标是冲突的，每个人都想得到更多的钱，每个人也想真正拿到钱。如果把钱换成薪资的概念，或许我们更有感触。我们想要很多钱，但现实是涨薪真的太难了。我们一边跟自己的欲望斗争，又一边跟掌管着收入的老板博弈。根据腾讯理财通发布的2019年国人收入报告显示，即便在收入最高的上海，收入过万的人数比例也才 35%， 但作为奢侈品消费市场贡献率最高的80后、90后，一年的花费人均约9万元左右。这种不对等的分化，根本原因是消费能力始终跟不上抬高的眼光和放大的欲望。为了满足自己，我们心甘情愿的工作加班、熬夜爆肝，到最后却走向了另外2个终点，要么是挣到了钱，但无止境的向上比较，用钱来填充膨胀的欲望，要么是挣不到钱，一边羡慕别人所谓的幸福，一边愤恨社会对自己的不公，在矛盾中不断拉扯。日本哲学家岸见一郎在《有时真的很绝望》这本书中，通过哲学角度探讨了幸福是什么。他认为幸福感跟幸福是2个不同的概念，而我们经常把幸福感误认为幸福。幸福感是一种情绪，比如吃到美味的食物，考试得了100分，但它就像醉酒一样是会醒的，吃到好吃的会让你开心一上午，考试考得好会让你兴奋1个星期，但这些情绪过后，生活还是恢复平静，所以这些都是幸福感，不能说是幸福。而真正的幸福来自于自我认同的价值感和能让他人感到幸福的贡献感。从这个层面来说，幸福是一种智慧，就是说你不需要逼自己挣多少钱，取得什么成就，抛掉这些外在的光环，你依然觉得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你的存在能让家人朋友感到高兴，这就是真正的幸福。这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也最难理解的一点。咱们举个例子，你通过自己没日没夜的努力挣了很多钱，但身体累垮了，得病了，很多人都为你庆祝，有的问你挣了多少钱，有的问你怎么挣的，你也非常享受这种被大家捧的感觉，这是幸福感。你没有注意到的是，你的父母、爱人，他们只是默默地关心你的身体有没有好一点，疼痛有没有减轻一点。对他们来说，你的健康、你的存在就是你的价值和贡献，也是他们幸福的源泉，这才是真正的幸福。赚钱只是手段，幸福才是目的。很多时候，钱确实能帮我们解决问题，不用为房贷、车贷、信用卡发愁，给自己和心爱的人买想要的东西，拒绝做不想做的事儿，见不想见的人。但幸福的含义远不止于此，而且一旦把钱当成幸福的全部，钱就不再是一种手段，而变成了一个枷锁。我们在拼命追赶幸福的过程中，也本末倒置地舍弃了很多无法用钱衡量的幸福。建立自我认同，不受外界影响。有时真的很绝望里提到，他人的评价与自己的价值或本质没有任何关系，不要受外界纷乱复杂的价值符号干扰。社交媒体里炫富的人不一定有钱，但如果你相信了他们，你就能让他们赚到钱。说白了，炫富也是他们赚钱的手段。而且最重要的，一旦我们通过向上比较来获取社会认同，那真的是一种高投资低回报的赔钱生意。你投入的是用时间和汗水挣来的真金白银，得到的只是别人的一眼高看和一句赞美，怎么算都不划算，对吧？3. 为幸福花钱，而非膨胀的欲望。被认为最明智的花钱方式有2种，一是购买时间，它能让你专注做自己喜欢的真正重要的事儿，那些繁琐的无聊的事儿就交给别人，比如你可以找跑腿帮你送东西，找人帮你做清洁，而自己可以跟爱人看个电影，陪孩子打场球。2是购买体验，购买商品很容易陷入攀比的误区，但体验不会，因为每个人的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你跟家人一块旅行，虽然几天就结束了，但体验会让你终生难忘，而且也不会像商品一样随时间贬值，这会让你觉得钱确实买到了幸福。4. 买不到的幸福最值得珍惜。
我们总是高估钱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却忽略了那些不需要钱就能得到的幸福。有健康的身体，乐观的心态，生活的热情就是幸福。有关心你的父母，爱你的伴侣，听话的孩子，交心的朋友就是幸福。这些不仅不能用钱来衡量，而且一旦失去了某一个，幸福永远都是不完整的。每个人都想得到钱，但人们想要钱的根本原因是最后能花掉它，摆脱它的束缚。所以千万不要被有钱就幸福的价值观误导，一旦被这句话洗脑，你会发现你真的只能用钱来衡量所有幸福了。这相当于在众多能获得幸福的道路中，你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